尸块是上午10点钟被发现的，报案的是个捡垃圾的老太太。把尸体的手臂放进琥珀里，犯罪成本太高了。一定有他的目的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一个连环杀手独创的尸体签名啊？啊？ 我同意。啊？我还以为你要说，没有证据，就不要太早下结论。谁说没有证据？我刚才看了一下，相同的脚印一共有42个，而且不是呈直线分布的。那就是说，有个人在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原地瞎溜达，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埋尸的人。不对。 我从琥珀周围的土质上来看，至少他埋了1个多月了。但是，昨天刚下了一场暴雨，而且昨天下午4点多才停。这些脚印一定是昨天4点多留下的。所以我同意你刚才的推测，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。这些脚印是昨天过来埋新的石块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块石头是之前压在琥珀上的，被发现的时候就在琥珀旁边。 有没有看到石头上的青斑啊？这不科学啊！哎，你看，埋尸体的地方离涨潮的江岸线至少有10米，可是涨潮最高的地方也只不过有7米。这个石头上怎么可能有长年累月的青苔呢？除非是有人故意放在这儿。 所以说，这个石头是用来做标记。这12只断手目测不是来自同一具尸体。先等等，高斌的验尸报告还没有出来。12个琥珀，光撬开就得需要一段时间呢。他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？为什么会是用琥珀呢？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标本？很多劫道残肢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身体，将身体的一部分做成一个琥珀。我是听说很多喜欢狗的人在狗死后，将狗的身体做成了一个标本。 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喜爱的标本埋在荒山野岭呢？唯一能够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将这个案件定为杀人分尸抛尸案，在一段时间之内，12个人被分尸，但是公安局连报案的记录都没有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除非。 这些尸块都不是从活人冷藏了尸体，然后呢，切下了这些尸块，做成了泡。不是，啊，我在尸体上检测到了一些过氧乙酸，这个主要是用来殡仪馆冷藏柜消毒用的。过氧乙酸不一定属于殡仪馆吧？哎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我还检测到了一些防腐剂，过氧乙酸加上防腐剂。 那肯定是殡仪馆用的了。你的推测就是这些尸块是属于殡仪馆尸体上的？
我不是推测，不是推测，是事实。指纹我已经对比过了，其中一部分和警局记录在案的死亡证明完全能对应得上，他们都是死于意外或者是疾病。这是死亡证明。这些受害者的性别、年龄、职业完全都不同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，都是在滨江火葬场火。The fakeness,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. 你也注意到这个了？这两块琥珀的色泽度和光透度完全不一样。从挖出来的土质状况推测掩埋时间，这一块应该是很早掩埋的。但是你再看看这块，光透度极高，而且没有什么杂质，说明是1周之前掩埋的。似乎制作者的技术在不断提高啊。很精致，你看。就连这些人的指甲都是抛过光的，证明制作者在当艺术品做。后来这几块的琥珀掩埋时间相隔得越来越近了，甚至1个月掩埋6块，说明练习越来越频繁，技术越来越熟练了。琥珀的产地主要是在欧洲，而咱们中国呢，琥珀本来就少，能见到的都是从尼泊尔走私过来的，所以中国人做赝品的技术一直不达标，能做成这样的。真的很少见啊！你看，封装艺术节，这是1个月前公布的海报。你再看一看参与者名单，琥珀大师。喂，刘老王，赶紧来趟我办公室。啊？老王不见了？不见了？那你有他照片吗？教授以前真的是艺术家，没听您提起过啊。我倒是看过那会儿的回忆录，一到晚上，一帮女大学生们就坐着公交车，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找那帮诗人啊、画家呀，劈柴做饭、吃喝玩乐，还坐在篝火旁。现在不能生篝火了，污染环境。不过那会儿可真是文艺青年最好的时候啊。那个时候，几乎全中国的长头发男人都聚齐了，但是总有一个小白胖子，站在那个小凳子上面，背着破吉他，找个女孩说：“这是我专门为你写的诗啊！”一站2、3年，姑娘换了几10个了，诗的还是那2句。但是这个哥们儿怎么看怎么也不像艺术家啊。你怎么看还不像个警察呢？场的人都不知道老王的真实姓名和他的家庭住址，看来他真的是早有预谋。把照片传到警局系统，哎，警察同志，看能不能找到相对应的。
你告诉我，除了这个地方，还能有什么地方能让人3秒钟消失的？我去看看。你好，这里是私人俱乐部。你好，我跟刚才那个人是一起的。刚刚那个先生吗？对啊，我是他助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只有登记过的人才可以进入。没事吧？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放心吧，他出事的概率啊，比你走丢了还低。不，朋友，还是远远的离开，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。我噙着热泪劝你，去寻找灿烂的未来。20年前涂鸦之作，今生还能再听到，真是此生无憾了。有生之年，我还能见到这首诗的作者，我也算是此生无憾了。请。谢谢。原来老程身边有这么漂亮的美女一直在陪伴着，这么多年，我白为她担心喽。您呢？您的生活就像您当年写的那样，寻找灿烂的未来。两位看一下，看点什么咱好商量。这些都是你做的啊？当然，如假包换，我的手艺啊，这条街你找不出第二个。这个琥珀沉淀物太多了，而且通透度也不高啊。你到别的摊位看看就知道了。关键是，你这些创意都太普通了。拿鸡和鸭子做琥珀，有保存价值吗？哎，我说你这人什么意思啊？你想要高品质的去找马克啊，来我们这小摊位晃什么？马克是谁？他是这个世界最初的生物。他总在梦中低语，他呼喊，却发不出声。人山人海当中，除了死寂，别无他物。他发出了唯一的吼叫，那嘶鸣让人心碎。火葬场的监控显示，这辆灵车是老王开走的。因为这辆灵车非常的显眼，所以我调查到他在中午的时候几乎横跨了半个市区。现在呢？开去南郊了。祝你拥有琥珀一样透明而永恒的幸福。警察，你走不了了。你涉嫌毁坏尸体，走，跟我们回去起诉调查。尸体毁坏尸体，这不太爽了。不能了吧？人家是艺术家，不可能吧？
这么一闹，网上粉丝多了好几万吧。艺术家的世界，你们不懂。我不懂，我只懂得，你犯的是侮辱尸体罪，也不重，3年吧。为了真理，不惧刀斧。告诉你啊，艺术圈我也很了解。你以为你这样进去，你幕后老板就会给你一笔钱？告诉你，如果没有猜错，你幕后那个老板姓程，我认识他几十年了，他从来就没有做过善事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我给你一个最后回答的机会，你到底是马克，还是根本就是个冒充的？他们都说我长得像马克。放了他吧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克？艺术家长得什么德行我很清楚，能够做得出上帝之手的人，一定有些偏执狂。他呢，大不了就是一个不得志的文艺青年喽。从他眼神中就能看出他很平庸的，就是因为有2撇胡子，老程就觉得呢，他长得像马克，让他在艺术圈里炒作一番。老程是谁啊？我老朋友，做收藏的。我估计他现在已经猜出我们正在找做琥珀断手的人。现在啊，都不是把艺术品盗版了，直接把艺术家盗版了。喂，啊，华龙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找到马克的据点了。还是没有找到马克，尸体也没见着。这个眼球非常有意思，它不像是从殡仪馆的尸体上取下来的，它没有被冷冻过，而且眼角膜的清晰度非常好，一点也不浑浊。也就是说，它是从活人的身上取下来的，做成了琥珀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眼球的视神经是萎缩的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眼球的主人是个瞎子。
这个是你当年送我的，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我也一直带着。年纪大了，喜欢怀旧了啊？可不是嘛。哎，谢谢。他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估计也不会自己摘下来。但是这还是第一次他去见犯罪嫌疑人，不带任何录影装备取证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我来。来。好。还不错吧？30年前我们分道扬镳，以为不可能再相见了，没想到今天还能相聚在一起喝红酒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，之前一直坚持为艺术而奋斗的你，却会去做了警察，啊？在你眼里唯利是图的我，却还留在艺术圈，啊，家里有一支红玫瑰，真幸福啊！玫瑰虽美，难免带刺。哎，行了，说正事吧。好啊，我请你帮忙。我想找马克。你要找马克？嗯。我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。那好，要什么？我想做个交易，我要上帝之手，不是一个，我要全部。那可是警方的证物啊！哎呦，这做警察可真是搞收藏的最佳选择啊！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说是证物，随时都可以带走。嗯。哎，少了一只眼睛，果然比较偏见。不说这个了，说那个马克，你了解马克多少？我不喜欢你用警察的语气跟我说话。我也不喜欢你用罪犯的语气跟我说话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马克是个疯子，十足的疯子。他当然是个疯子。你用那么高的价钱想要买上帝之手，他都无动于衷，你说他还不疯？哼哼，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你离开这个圈太久了。是吗？那问题是，你比他更疯。你眼睛坏了多久啊？很严重吗？是不是要把
请。写诗的人呢？那个疯子早不知道死哪儿去了。他多久没来了？具体有挺久了吧，我也忘了。最后一次是被我们老板轰跑的。我们以前轰都死磨硬泡的，还是我们老板厉害。最后是怎么赶跑的？平日里看他面黄肌瘦的，一看就没饭吃。每次他来，我们都会给他些剩菜剩饭。那次他说无以回报，念2句诗吧。我们老板说只要你不念诗，我多给你2口吃。老板人呢？不知道，今天没来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老板的手机里朋友圈有这个人的照片，我给你看看。担心他万一以后偷东西，所以拍的。永远只剩半个月，天狗咬掉了另一半，残渣碎成半天星辰。只有半年。警察一出动，他果然害怕了。好吧，那就约他2点钟过来吧。去医院之前见一面。知道了。就在下面。这个人的表现欲望太强了，写的连我都看不懂啊！就是这样。
记录都是从去年7月21号开始的，也就是说，他近1年内才有要做琥珀的想法。你看，1年内就能做成这样，太不容易了。哎，请说，女朋友给他写的，有名字吗？这应该是3年前写的。一个女孩写给那个，还能保存的这么好。还有一张。这信我们带回去吧，说不定梁教授认识这个人。马克不回家，他会去哪儿？他做琥珀的地方还没有找到，可能他还想做些什么。信是简慧写的，不可能吧？那种女孩会看上马克？你竟敢背着我做这种事儿！说啊！那是以前的事情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没对不起我，吃我的啊，喝我的，用我的，你竟然给我点绿帽子！本事了你！干什么你？放手！你就是为了过这样的日子才离开我的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管不了，你管不着。真是个疯子，与女人耍得团团转，你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
逮捕他！他就找人顶替我，仅此而已。我很喜欢你的诗歌，尤其是你跟。
的玫瑰，伤人不轻啊。